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文与正向教育的第一堂课。我是慈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老师林小君。第一个章节，我们要以幸福论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为什么人文与正向教育老师要用幸福来当做一个开端呢？我们每天汲汲营营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目标，从小到大这样的成长过程当中，您不就是在追求幸福吗？幸福会不会是你人生的目标？但你曾经去想过，你以前跟现在的幸福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就来谈谈幸福感与生命意义。什么是属于您的幸福呢？你期待的幸福的形式、生活样貌是什么样呢？今年正逢新冠肺炎病毒蔓延在全球，相信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跟很多人的幸福生活目标应该都因此而彻底的改变，也是一个让我们重新思索到底我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在哪里。上个学期在6月的时候，我陪伴了我们慈济大学大一的学生上了一堂静思茶道体验课。这堂课里面，茶道老师邀请学生上台做最后的心得分享，其中我们有一位男同学，他上台非常感触地说，当我们现在看到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还有美国也发生了种族冲突的暴动，他可以进在这个地方，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人文的茶道教室里去感受品茶，听老师谈茶的道理，他觉得他自己好幸福。所以我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像在天堂的感觉？可是这位男同学说，我并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感受，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在全世界各个角落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炼狱之中。所以我呢，就当下送他一句静思语：知福、惜福、再造福。这是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幸福。你的幸福跟我的幸福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单元就来彻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幸福感在我们的心理学、在教育里面是什么样的作用？幸福感会不会随着年龄而有所不同呢？关于幸福感和年龄的关系，我们可以借由美国的一项研究调查来看一下它的结果。这个研究呢，是针对132个国家进行调查，普遍发现每个国家都有一个 U 型的幸福曲线。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代表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以美国跟英国为例，他们发现人民普遍在47到48岁的这样的年龄时候，他的幸福感会呈现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这个调查如果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发现普遍会是在48岁左右，人们的幸福感会比较低。这也反映了普遍中年时期的人们，这样的人生阶段都是在身心压力跟人生角色承担比较多的时候，在幸福的这个层次会看到跟年龄的关系。而根据《幸福曲线》这本书的作者 Jonathan Roach， 他里面的观念提到，中年会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过渡的阶段。因为我们看到他这本书的副标题，会让我们觉得中年会是一个有改变更好的机会哦。所以呢，中年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面临自己的人生规划，如何去规划自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门功课。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图表，8个阶段当中，如果从成年到中年这个阶段来看，它会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的年龄时期。在它的主要发展任务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那么就是发展出良好的人际互动的关系，以至于到中年的时候，你可以维持对外在的一种关怀跟抱负、理想等等这样的一个感受，顺利的再带到晚年的话，我想中年之后的这一段的幸福感受应该就会比较往正向的发展。刚才我们分析的是一个人生的纵向的年龄的区分，我们现在再从幸福感把家庭、责任、角色全部都纳进来考量，跟幸福又有什么关系呢？从小到大，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承担了很多很多的角色还有任务。大家有没有静下来好好想过，你在这些承担的角色跟责任当中，能感受到多少的幸福呢？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在这角色当中，你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呢？大家不妨静下来，细细的数数看，你一共承担了多少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跟角色呢？我们举一位中年女性的例子来看看，她从小是女儿、学生，长大之后成年，她结婚就是妻子、母亲、媳妇的角色，而她同时在企业里面又担任了一个员工，或者是已经晋升到主管。那么她在社会的承担责任呢？她又参加了一些志工的团体，比如说也带领了社区的读书会啊、成长团体等等，好多好多的角色，也承担了好多好多的社会跟家庭的责任。而在这么多众多的角色当中，承担了哪些责任呢？而在责任当中又能感受到多少的幸福呢？对他来说，每一个角色责任所连接到的幸福感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但是大家可能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你是你自己的好朋友。你是你自己的好朋友吗？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是如何呢？你喜欢这个朋友吗？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你有没有常常听他说话，还是忙碌到完全忽略掉他的存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开心、不高兴，原来自己在跟自己生气呢。这就是我们要表达的情绪面向的心理幸福感。所谓的心理幸福感，就是我们的正向情感高于我们的负面情感的一种状态。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身边有些朋友，我们从外人来看，他各项条件都很不错，工作也不错，家庭、孩子各方面也都有所成就，但是他就常常也会不快乐，感受不到幸福的状态。如果您是我，是不是也很想要劝他一句话，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哦。这边的福又是什么呢？这边讲的是一种主观的幸福感。心理学上谈主观幸福感，包含了2个层次，一个是自我认知的生活满意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正向情感的状态。我们从国内外的一些调查报道当中，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跟渴望。比如说，国内的《远见》杂志有幸福感调查，《天下》杂志也有幸福城市大调查，而中央研究院每年也会有做这样的幸福指数调查。国际组织 OECD 他们的各国之间分别做了美好生活指数这样的一个 index 指数里面，其中幸福感就用了主观幸福感这样的一个面向。从这么多的调查，我们也看得出来，除了个人的个体的幸福之外，集体社会的幸福也都非常的重要哦。根据我们刚刚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做一点小小的结论：从经济社会到家庭，要达到全面的幸福的感受，绝对不是只有自己个人的主观的感觉而已哦。它还伴随着自我跟自己的关系，还有对外跟人的关系。再往外扩，就是到我们对于社区、到于我们的环境整体的全面性的关注跟关怀，呈现的是一种热忱跟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后面的单元会进一步的再来探讨这个面向。穷。要正念，要正念。对。我昨天有祈祷。它的发展任务是在创新，它在传承创新。刚刚自带效果。